千金难遇好主揪，万金难有好教学。欢迎来到给肥龙一盒桌游。西斯林背景在说，有个王国的国王驾崩了，在生前没有设立王储，导致一片大混乱。4个阵营都各怀鬼胎，想要夺权。玩家将扮演墙头草，在这些阵营中不断跳槽，想尽办法在最后一刻与获胜的阵营站在一起，来获得分数吧。而教学前段会介绍概念和流程，后段章节会讲解西部规则。如果你喜欢学习桌上游戏，记得订阅我们哦。游戏的设置将以10人局的进阶规则为主，不同人数会放在字幕上方。先看到中央的设置，将王国地图打开来放到中央，将阵营牌全部洗混放在版图右上角。5张4件牌随机抽出1张，面朝下放在版图的左上角，余下的放在好拿处。所有行动牌洗混放在左上角4件牌的上方，左下角的分数轨0分的位置放上所有玩家的方块各1枚，右下角1的地方放置记录标记来表示是第几局。游戏总共会玩3局。接着看到玩家的设置，每位玩家拿取1片玩家面板，阵营标记1组4色的，然后将3个血量标记放在版图的左上角。每位玩家抽取2张阵营牌，查看之后在面板的左边和右边各面朝下放置1张。每位玩家抽取2张角色牌，选1张面朝下放在面板的正中央，余下的移除。之后每位玩家抽取3张行动牌作为手牌，并拿取1张玩家帮助表，由最近看过《间谍家家酒》的人当作起始玩家，游戏将从他开始顺时针进行。其余没讲到的物件放在附近好拿处便可。设置就到这边，接下来看到游戏的概略流程。游戏的目标是，游戏中玩家左右边数字较大的阵营牌的颜色即为此玩家所效忠的阵营。若2张牌数字大小一样，则玩家同时视为2个阵营。当场上仅剩下1种阵营时，游戏便会结束。此种阵营的玩家将获得分数。3局之后，分数最高者就会获得胜利。正常玩家的回合会依序执行下面4个阶段。首先是现身阶段，玩家可以选择翻开角色牌，发动角色技能。若不想，就直接进入下个阶段。行动阶段，玩家打出1到2张的行动牌，或是秘密的弃置1张手牌。此为游戏的主要阶段，玩家将透过行动来影响整个场面，或者是获得情报等等。行动结束后，就会进入宣告阶段，玩家可以选择强制执行阵营判定。此时若场上只剩下1种阵营，这局游戏将会直接结束；若无，则宣告者会付出代价，后面会再详述。宣告阶段结束后，进入最后的休息阶段，抽取与行动阶段打出或弃置一样的牌入手。抽取完毕后，若手牌超过3张，则必须将手牌弃到剩余3张。以上是玩家的正常回合流程。若一位玩家血量归0，就会进入重伤状态，使玩家没有退出游戏，但就不会执行上方的流程。后面的环节将会介绍到重伤玩家的流程，现阶段仅先专注在正常玩家的回合身上便可。接下来开始详述游戏的流程。首先是现身阶段，这是一个选发的阶段，角色牌下方会有解释此角色的能力，红色代表翻开瞬间发动，蓝色代表只要是翻开状态，这个效果就持续有效，黄色则是必须符合文内的要求才能翻开来并发动效果。最下方是荣誉任务，有些是游戏结束时才能拿，也有游戏中就能拿的，达到后都会加2分。要注意的是，玩家若进入重伤状态，将无法使用角色的能力。选择是否发动自己的角色之后，就会进入行动阶段，这是一个必发的阶段。行动牌有分为通用系绿色的以及攻击系红色的2种，每回合至多都仅能打出1张。中央的符号代表此牌大致的分类，通用系有画面上这些效果，例如回血或是看别人的阵营牌之类的效果，而攻击系有分单体或群体的效果。当然详细的内容就请自行参照上方写的效果文执行，若不清楚可以参考规则书后面的详细介绍。打完牌之后就进入一个宣告阶段，玩家此时可以宣告阵营判定。当游戏中需要做阵营判定时，请依照下方的步骤执行。首先，场上非重伤的玩家秘密地将自己目前的阵营的指示物握在手上。若为双阵营，也就是2边阵营牌数字一样大且不同色的话，
就握住2个阵营指示物，之后除了宣告者以外闭上眼睛，宣告者确认都闭上之后，所有非重伤者打开手上的指示物，若所有非重伤者的手上都有某个颜色的指示物，则本局立刻结束。此阵营的玩家无论是否重伤都会得分，但若没有同一种指示物，则代表此玩家宣告失败，这个玩家将直接进入重伤状态。最后请将指示物全数放回自己面前，以免被其他玩家猜测到阵营。宣告阶段结束后，进入休息阶段。玩家本回合在行动阶段打出或弃掉几张牌，就抽出同样张数的行动牌回手。抽完之后，手牌若超过3张，就必须弃到剩余3张。另外，若抽干了行动牌堆，此时会有1张事件牌在底部，要立刻暂停这个阶段，并翻开事件牌，将此牌面朝上放在附近。上方若写有即时效果就执行，然后随机抽出1张新的事件牌，面朝下放在行动牌堆的底部。之后将所有弃牌堆中的行动牌洗混之后，面朝下的放在此事件牌上，之后继续进行补牌的动作。做完之后，顺时针换下一位玩家继续执行回合。除了一般玩家的阶段以外，重伤玩家会有一个独特的回合阶段。当玩家血量归0时，就会立刻进入重伤状态。进入重伤状态时，必须立刻执行1次阵营判定。它别与宣告阶段一样，唯一不同的点是，因为宣告者也是重伤，所以不用握阵营指示物。只要判定成功了，也就是场上非重伤者全部都是同一个阵营的话，本局也会立刻结束。而重伤者会有自己的回合流程，有3个阶段都为必发，依序执行。筹备，抽1张行动牌入手；协助，下方的事情选1件执行，要么打出阵营或情报类的行动牌，或是打出灵药这张牌，或是将抽到这张行动牌递给另外一位玩家。最后也可以选择干脆弃掉这张行动牌。最后进入弃置阶段，手牌会全部面朝下弃置，不得保留。游戏将会这样一直重复玩家的回合或是重伤者的回合，直到有玩家宣告或是因为重伤导致阵营判定成功后，一局就会结束，进行本局的算分。算分方式如下：此阵营的玩家不论是否重伤，都会获得3分，但是透过双阵营获得胜利的玩家仅会加2分，也就是扣除1分。接着不论输赢，造成此次判定的玩家皆会加1分。另外不论输赢，有达到自己角色牌下方荣誉条件的玩家会获得2分。不过有几个例外状况会导致全场不会有阵营的分数。第一个是所有玩家同时进入重伤，或者是场上仅剩下双阵营，纵使剩下双阵营玩家有共同的一种阵营指示物，但也没有人会获得这个阵营分。不过无论如何，触发结束者与达成荣耀者都会有分数。将分数记录在分数轨上面，并将地图右下角的标记右推1格，代表进入下一局，并且由触发者成为下一局的起始玩家。若已达第3局，游戏正式结束，最高分的人获得胜利。若平手，则先 cosplay 安妮亚的人获得胜利，不然就共享胜利吧。接着看到游戏的几个注意事项，其中游戏中所有的弃牌都是秘密弃置，一些游戏常用的图标放于画面上，也可以参考置顶留言，或者是说明书，或者是帮助表。当玩家仅公开一边的阵营牌时，会预设此玩家就是这个阵营，即使他其实不是。这个会影响到一些行动牌的判定，例如遭遇战这张牌就是看翻开的阵营，而不是看真实的阵营。当然判定胜负时还是看真实的阵营，而非预设阵营咯。最后看到席斯林的几个变体玩法，首先是快速模式，游戏不玩3局，改成先达到12分的人获得胜利。另外想要降低复杂度的话，可以考虑基础游戏的规则，设置时不要设置任何右下角有黑色三角形的牌，另外也无视荣誉的分数。以上是席斯林的所有规则，下面看到游戏的心得总结。席斯林是一款阵营对抗游戏，玩家其实也不效忠固定的阵营，游戏的目标是最后与存活的阵营一样就可以了。判断场面的状况，加入或者是捣乱阵营才是较为聪明的做法。若桌友们最近在找一款可以多人互相搞来搞去的游戏，这一款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次的教学就到这里，如果喜欢请帮忙按订阅、喜欢和留言。每个礼拜2晚上给肥龙一合作的频道都会有新影片，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